我替庶妹嫁给了死人守寡，刚继承她的万贯家财，没想到死了1年的夫君竟然回来了。明堂，你替你妹妹嫁。嫁可以，第一，把我和我娘从苏家族谱划出去；第二，苏婉宁的嫁妆一件不能少。你放肆！若不答应，那便请妹妹自己嫁。好，依你。多谢父亲成全。姐姐一路走好。妹妹舍不得走的路，我会好好走。他们以为我嫁进一座活坟，可我听着架箱里的金玉声，只觉得那是我的生路。李成，少夫人，这是给少爷过硬来的孩子沈之安。娘亲，以后就只有咱娘俩相依为命了。丈夫没了，落个儿子，这日子倒也不差。500亩水田记到你名下，8间旺铺也给你。少夫人，各房送来的珠宝都快堆满库房了。长辈们如此疼我，明堂实在惶恐。惶恐是真的，这么多银子，万一清点错了，岂不可惜？少夫人，边关急报，又赏什么了？沈小将军还活着，已经回京了。你说谁还活着？少爷，沈燕慈沈小将军回来了。给少爷请安。我刚继承他的屋子，他的银子，他的儿子，他回来了。给少爷请安。府里办过喜事。娘亲，爹爹回来了吗？大概是吧。少夫人，少爷已经进府了。别慌，我好歹也是明媒正娶进来的，只要我够可怜，他总不会一回来就赶我走。之安，你先去偏房。娘亲会走吗？不会，你乖乖等我。苏明堂，稳住，死人都能回来，还有什么事不能圆？站住！你是哪个房里的？未经通传，也敢往我院里闯？少夫人，沈府再宽，也不是谁都能乱闯的地方。如今我还在少夫人的位置上，都跪着做什么？少夫人，这是少爷。完了，我刚才训的是我那死了1年的夫君。夫君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平安回来。是。夫君，明堂入沈府这1年，日日为夫君上香祈福，只盼夫君阴魂安宁。我还活着，你倒先替我把阴魂安顿好了。我是说，明堂日日盼着夫君归来。盼我归来？夫君一路辛苦，不如先去见老夫人和夫人。不急，我倒想先知道一件事。什么？我死了1年，何时多了个夫人？苏明堂是吧？说说看，这位沈少夫人是怎么来的？明媒正娶，拜过天地，入了沈家门。好，那我这位夫人应该不介意我回自己的屋子看看。不行，那里全是我的银子。夫君一路风尘，不如先去给祖母和母亲请安。我回自己的屋子，还要先请示？自然不用，只是祖母日日念着夫君，若知道你先进了屋，怕是要伤心。你倒是孝顺。稳住，只要不让他进去，我的银子就还有救。屋里藏人了？没有。那你慌什么？我只是太久没见夫君，心中激动。这就是我的屋子。夫君不在这1年，我怕屋子冷蹭，便稍稍添置了些东西。添置的倒很自在。我日日在此替夫君守着，若不布置的舒心些，怕守不长久。守不长久？我的意思是，
往后余生定会长久的替夫君守着。我已经回来了。那自然是再好不过。好什么好？我的好日子刚过明白。夫君要找什么？我让婢女去取。换衣。夫君这身衣裳挺好，风尘仆仆，更显战场英气。让开。苏明堂，我会以为这柜子里藏着比人更见不得光的东西。夫君说笑了，我一个守寡之人能藏什么？这就是你说的稍稍添置。这是我的细软。细软？你管这一柜子叫细软？夫君有所不知，我从前在苏家日子清苦，难免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把我的衣柜改成银库，物尽其用。那我的衣服呢？说。少爷，少夫人说怕您在家下面冷衣中没有替换衣裳，披风都烧给您了。我也是一片心意。我的衣服全烧了，4季衣服一件都没留。夫君常年在边关，我也不知你在下面会冷到哪一季，所以全烧了。我怕少一季委屈了夫君。我还得谢你想得周到。夫妻一场，都是我该做的。一边烧我的衣服，一边把我的衣柜改成银库。苏明堂，你这守寡日子过得很不亏啊。夫君误会了，这些都是祖母和母亲心疼我，怕我独守空房日子难熬，才赏给我的。我只是怕辜负长辈心意，才日日清点，妥善保管。清点到衣柜里了。那里防潮。少爷，老夫人听说您回府，正在慈安堂等您。祖母念了夫君1年，夫君还是快些过去吧。我会去，不过在我回来之前，把这间屋子恢复原样。恢复原样？我的衣柜、我的书案、我的兵器架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听清了吗，夫人？听清了。少夫人，怎么办？完了，衣服还能重做？不止衣服，他的旧书案、兵器架、屏风、坐榻，还有弓筒。弓筒也烧了。我怕他在下面用着不习惯。听说沈燕慈取敌首级如探囊取物，我这颗头怕是保不住了。少夫人，要不先把银子搬出来？搬哪儿？他的衣服烧了，书案烧了，兵器架烧了，连弓筒都烧了。这屋子若真恢复原样，恐怕得先把我烧下去赔罪。他回来了？没有，是风。我提心吊胆的在这坐了一夜，生怕沈燕慈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取我的头啊！少夫人，少爷昨夜被皇上急召，连夜进宫了，还没回府。没回来？是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吓死我了！少夫人，那屋子还恢复吗？先不恢复，我得先去找个保命的人。明堂，你脸色怎么这样差？昨夜听闻夫君回府，心里欢喜，一夜没睡踏实。好孩子，这1年委屈你了。燕言昨夜对你可还好？没当场休我，已经算祖上积德。夫君看上去是个通情达理、知冷知热的人，那便好。只是燕慈从小脾气大，主意也强，我怕她刚回来，一时接受不了这桩婚事，与你闹出什么不该有的事。母亲放心，若夫君实在不愿认这桩婚事，我绝不纠缠。你这是何意？大不了到时候我自请下堂。傻孩子，你说的什么话？便是燕慈不要你，我也把你当亲女儿疼。这就是我在沈府经营1年的靠山，只要沈家心疼我，产业多半还能保住。母亲待我这样好，我心里都明白。若真有那一日，我只求夫君写一封和离书，旁的我都不争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亏待你。少夫人，少爷出宫回府了，正往这边来。完了，我刚把退路说出口，正主就来了。见过少爷。燕慈，母亲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看看明堂，一夜没睡好，都是担心你。夫君平安回来，明堂便放心了。是吗？方才明堂还说，若你不愿认这桩婚事，他便自请下堂。这样懂事的孩子，你可不能欺负他。母亲，这话不能当着他说。自请下堂，
我只是怕夫君为难。他哪里是怕你为难，他是怕自己碍了你的眼，还替你着想。夫人倒是体贴。夫妻一场，应该的。夫妻一场，我竟不知夫人已经想得这般周全，连下堂后的路都替自己铺好了。燕慈，明堂入府这1年，替你守着这个家，也替你照看之安。你若敢亏待他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还好，我在沈府这1年的人脉没有白经营。母亲放心，既然他已经沈府少府夫人，我自然会好好同他算清楚。算清楚？屋子、银子、衣服，一桩一桩慢慢算。什么衣服？母亲，夫君刚回来，定然累了。不累，夫人不是要自请下堂吗？走之前总得把我的东西还回来。夫君说笑了，一家人何必算得这样清楚？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去哪儿？我去看看治安。方才不是要自请下堂？那是为夫君着想。若夫君愿意认这桩婚事，我自然愿意留在沈府。留在沈府，还是留在沈府的钱库？夫君这话实在伤人。伤人？苏明堂，你就这么想离开沈府？还是说，你只想带着沈家的银子离开？若我真只想要银子，夫君昨夜回来时，我就该带着细软跑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还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我不怕你，也不是因为我舍不得那些银子，是因为沈治安还在这儿。治安？他才5岁，这1年他喊我娘亲。你若认他，他便是沈府的小少爷；你若不认，他就是一个被人过意来又随时能被丢开的孩子。我可以自请下堂，可他不能再被人丢一次。小少爷，少夫人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爹爹回来后会不会不喜欢我？他们都说我不是爹爹亲生的，爹爹会不会也不要我？娘亲，谁说你会被不要？外头的人都这么说。外头的人还说你爹爹回不来了，可你看，他不是好好站在这儿吗？你每日给他上香祈福，盼他平安回来，他能活着回家，里面也有你一份功劳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们治安这么乖，谁舍得不要你？爹爹，治安在叫你。夫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，哄孩子就只会一个恩。爹爹，你会赶我和娘亲走吗？谁教你问这个？没人教，我已经有娘亲了，我不想再没有家。不怕，娘亲在。爹爹，你会不要我们吗？治安，不许为难你爹爹。我没有。你爹爹刚回来，很多事还没想明白，但治安这么乖，谁见了都会喜欢。娘亲喜欢我吗？当然喜欢。那爹爹呢？夫君，我没有说不要你。真的吗？又是恩。真的。那我以后还能叫你爹爹吗？你已经叫了。夫君，孩子问的是以后。能。娘亲，爹爹说能。听见了。这1年你一直这样照顾他。他喊我一声娘亲，我总不能让他白喊。只因为这个？也因为我知道被人随手丢开的滋味不好受。当然，治安乖巧懂事，比夫君好哄多了。我很难哄。夫君觉得呢？少爷和少夫人倒真像一家人了。治安，走路看路。娘亲，我看着呢。你很怕别人说我们像一家人？不是怕，只是夫君刚回来，我怕旁人误会。误会什么？误会夫君愿意认我这个夫人。我若不愿意呢？那我会守规矩，不让夫君为难，也不让治安难堪。少爷、少夫人，夫人说今晚备了团圆饭，请2位带小少爷一同过去。娘亲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吗？去。夫君不必勉强。不勉强。既然都说我们像一家人，今晚便一起用膳。太好了，娘亲，爹爹答应了。他这是认了治安，还是要在饭桌上继续审我？燕慈刚回来，今晚一家人好好吃顿饭。夫君一路辛苦，多用些。你平日就是这样讨好祖母和母亲的？夫君说笑了，祖母和母亲待我极好，用不着我刻意讨好。那他们为何这般喜欢你？只要我给你的牌位早晚3炷香，他们就会很喜欢我。
完了，嘴比脑子快了。早晚3炷香，那是我对夫君的一片心意，顺便换来500亩水田、8间旺铺。那些是我们心疼明堂自己愿意给的。他年纪轻轻嫁进沈家守着你，就小青每天都很认真上香的。治安乖，吃饭。所以夫人这一年过得很辛苦。辛苦自然是辛苦的，只是长辈疼我，治安也乖，我便觉得还能撑下去。好孩子，往后有燕慈在，你也能轻松些。有他在，我怕是更轻松不了。爹爹吃。接着，不错。夫君，这不叫夸，那叫什么？你可以说治安真懂事。治安真懂事，这样多好，一家人就该如此。你去哪儿？我去陪治安。你不是沈府少夫人，那便回内室。内室？我的屋子如今不是归你了吗？夫君刚回府，自然该住内室。我去偏房便好。我住内室，你也住内室，这不合适。明媒正娶，拜过天地，哪里不合适？夫人若想证明自己没有急着下堂，今晚就回内室。完了，银子还没藏好，人也没地方藏了。夫人打算站到天亮。夫君刚回府，该好好歇息。我去偏房，不打扰夫君。不必，我也想看看夫人这一年如何替我守着这间屋子。那是我最喜欢的软榻，他一回来就没了。心疼。夫君误会了，我只是见夫君终于能用上自己的屋子，替君高兴。高兴的脸都白了，你看什么？我想着沈府少夫人睡地上，自然该睡床，我打地铺就好。我不怕亏待，我怕母亲念叨。床让给你，我睡软榻。那软榻也是我的。屋子是他的，床是他的，连软榻也是他的，只有银子，暂时还是我的。抱着什么？嫁妆。睡觉也抱着，这样踏实。你倒真诚。不能再把银子放衣柜了，他今日开一次，明日就能开第2次。去哪儿？我梦游。抱着银子梦游？我这病症状比较特殊。苏明堂在。半夜搬银子，你是怕我拿走，还是准备跑路？夫人要走，也该先告诉我一声，我好清点清点，你到底打算带走沈家多少东西？嫁妆是我的，我在苏家什么都留不住，如今只想把自己的东西看老些。夫君要抢，我还没穷到抢夫人嫁妆。嫁妆归你，但祖母给的水田，母亲给的旺铺，还有沈家的赏赐，想带走，先过我这一关。长辈赏的，退了不孝。夫人这张嘴，倒比账本还会算。今日府中宴客，夫君是让我别露面。你想多了。明堂懂规矩，今日我陪治安待在后院，不给夫君丢人。晚上来前院。前院有个人要来。谁？一个你必须替我赶口的人，办好了有赏。什么赏？又要我收敛，又要我赶人。沈燕慈这活人，比死人难伺候多了。小将军，听说嫂夫人替你守了1年，怎不请出来让兄弟们见见？是啊，藏了1日，莫不是舍不得给我们看？去请少夫人。是。少夫人，少爷请您去前院。现在？是，少爷说您必须去。娘亲，爹爹叫你了。早上让我收敛，晚上又叫我去前院，看来这赏钱不好拿。嫂夫人来了，夫人来了，小将军好福气啊！坐。夫君叫我来，到底要赶谁？马上就到。好处呢？看你本事。沈哥哥，青芷听说你还活着，特意来看你了。沈哥哥，这位是？你就是那个替死人守寡的沈少夫人。好，这赏钱我要定了。顾姑娘远道而来，辛苦。这位是苏明堂，沈府少夫人。沈哥哥，这是什么玩笑？顾姑娘不知也正常。1年前，小将军战死的消息传回京城，沈府要娶一房妻子入门，替小将军守着家业，也教养治安。守着家业？是。这1年，祖母、母亲、治安，还有这座沈府，都是我守着。少夫人这话说句战死时，京中谁敢加入沈府？可死生不同界，沈哥哥如今活着回来，这桩婚事本就荒唐。荒唐不荒唐是沈家的事，顾姑娘以什么身份来评？
我与沈哥哥自幼便有情分。有情分的人，听闻他战死时不曾入沈府半步，如今他活着回来，顾姑娘倒来得快。我那时也有苦衷，谁没有苦衷？只是沈府最难的时候，站在这儿的人是我。你不过是个替人嫁进来的守寡女，真把自己当沈府女主人了。顾青青之，他是给死人守寡入门的人，这等不祥之人，为何还留在沈府？好，这下有意思多了。顾姑娘方才说我是不祥之人，我从正门进的沈府，拜过天地，敬过长辈，入过沈家门。我不留在沈府，难道去沈家的祖坟里坐着？你强词夺理。沈燕慈战死时，沈府守寡时，顾姑娘没来，如今她活着回京，顾姑娘倒来得快。沈哥哥，你就任由他这样羞辱我？他说错了。沈哥哥，顾姑娘，沈府的家事不劳外人之水。送顾姑娘出府。顾姑娘，请。苏明堂，今日之辱，我记下了。记性好是好事，下次进沈府记得先递拜帖。嫂夫人好气魄，小将军，这位少夫人可不简单。诸位说笑了，我只是怕她扰了夫君兴致。夫君答应的好处呢？见钱眼开。夫君误会了，我只是珍惜夫君心意。少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少爷不见了。别慌，他才5岁，夜里会怕。封住各处院门，府内所有人分头去找，不许惊动母亲。是。他不会自己乱跑。听人街道，治安胆子小。你怎么知道？晚上从不敢一个人离开屋子。宴席前，顾姑娘身边的丫鬟先走过，后来小少爷就一直闷闷不乐。顾青之，先找人。若治安出事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治安，沈治安，治安，治安，不怕，我在，娘亲在。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没人怪你。告诉母亲你为什么一个人躲起来？有人说爹爹回来了就不会要我了，也不会要娘亲。我如果不见了，你们就不用为难了。谁说的？治安，你记住，你不是谁的麻烦，你是我亲手抱进怀里的孩子。那爹爹呢？爹爹真的不会不要我吗？不会，谁再让你怕，我会亲自问他。少爷，查到了，顾姑娘的马车还没离开沈府后巷。我要见他。少夫人深夜拦车是何意？问你一句话，治安才5岁，你拿大人的龌龊心思去吓他，不觉得羞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若冲着我来，我接着，可你不该碰我的孩子。沈哥哥，我只是心疼你。你刚回来，府里就多了个莫名其妙的棋子和孩子，我怕你被拖累。我的妻子和孩子，何时轮到你来心疼？妻子、孩子，苏明堂是不是沈府少夫人，不由你认，是我沈家认。传下去，日后顾姑娘再进沈府，先递帖子，没有少夫人点头，不许入内。是。沈哥哥，你当真要为了他这样待我？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沈府的规矩。规矩也好，人也好，顾姑娘记住就行。苏明堂，你别得意。过几日沈夫人上山还愿，我也会去，到时候我们再好好算清楚。娘亲，他还会来吗？不怕，他来一次，娘亲挡一次。过几日上山，不要离开母亲身边。夫君也觉得他会生事？他已经生了。我昨日梦见燕慈平安归来，今日想去山上还愿。母亲若要上山，我陪您去。我也去。你刚回京，宫中还有许多事等你，有明安陪我便够了。不要离开母亲身边。夫君放心。娘亲，我也能去吗？山路远，你留在府里，娘亲回来给你带桂花糠。娘亲早点回来。那边像是苏家的人，要不要打声招呼？母亲身子要紧，别耽搁了。苏婉宁上了宁安王府的马车，看来苏家又攀上了新靠山。走吧。你这孩子怎么一路都绷着脸？山路人多，我怕冲撞了母亲。你如今倒比燕人还小心。姑母，没想到今日能在这里见到姑母。后山新开了一处观景台，听说能望见皇陵方向。您既来还愿，不如去看一眼，也算告慰沈哥哥这些年在边关的辛苦。山路湿滑，还是改日吧。少夫人未免太小心了，我会扶着姑母，不会有事。走几步也无妨。
几位姐姐也在，这不是顾姑娘吗？这是沈府夫人，沈小将军的母亲。沈小将军刚回京，朝中不是正议论他功高债主吗？听说百姓只知沈将军，不知皇家威严。诸位慎言，沈哥哥忠君爱国，岂容你们这般议论？顾姑娘急什么？你又不是沈家人。姑母，他们这般说沈哥哥，我实在听不得。施主，是小僧方才不慎，无妨，让开。推我！谁推了？青芷，都退开！别想！明堂，母亲，别动，抓住身边的枝条！不是我，不是我推的！闭嘴！现在哭给谁看？若母亲有半点饶失，你担不担得起？少夫人，怎么办？你们两个下山叫人，你去寺里找粗绳。绳子来了！母亲，看着我，别睡，也别乱动。明堂，我怕。不怕。我答应治安要回去给他带桂花糕，母亲也得同我一起回去。少夫人，等寺里的人来吧。不能等了，你要下去，万一出事。你若方才伸手扶一把，母亲不会滑下去。现在别再挡路。少夫人，这太危险了。可那是我婆母，她这一年真心疼过我，我不能看着她掉下去。我下去救老夫人。少夫人，小心，绳子抓紧，别松。明堂，你别下来，太危险了。老夫人，你别乱动，我来救你上去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！那你怎么办？我后上，不行。母亲，听我一次，我比您年轻，力气也比您大。少夫人，绳子撑不住两个人，先拉夫人上去。明堂，你跟我一起上去。一起上去，谁也上不去。母亲，回去告诉治安，我马上就来。快拉明堂，绳子快断了。明堂若有事，沈家绝不轻饶你。明堂，姑母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明堂，你听得见吗？母亲，我没事，这里有棵树，我暂时安全。我没敢告诉他，这棵树下面就是深渊。母亲，燕慈，快救明堂！他为了救我，自己滑下去了。苏明堂，我还活着。你倒是命硬。夫君现在是来救我的，还是来骂我的？你真下来了？不然等你在这里安家，还能动吗？腿麻了。手呢？抱树抱得挺牢。你还把自己绑上了，怕掉下去，惜命嘛。苏明堂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银子吗？银子没这么重，我现在脑子里全是求生。小心！现在知道怕了。我一直都怕，可那是母亲。以后没有我在，不准再做这种事。若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救。那我就再来一次。明堂，少夫人，奴婢扶你。夫君，人都看着呢。你还知道人看着？好孩子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也差点把自己的命赔进去。青芷，今日之事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姑母，我只是想替沈哥哥说话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你没想到的事可真多，没想到贵女会争执，没想到母亲会滑道，没想到你离她最近却一步都没动，我吓住了。所以我不怪你胆小，但你往后别再借关心之名靠近沈家人。送顾姑娘下山，从今日起，沈府不再见她。沈哥哥，我母亲和夫人都差点因你出事，这一声沈哥哥，你不配再叫。顾姑娘，请。姑娘，我们走吧。我不过慢了一步，他变成了沈家的恩人，总有一日，我要让沈哥哥看清他的真面目。都是母亲不好，害你受苦。母亲平安回来便好。往后谁说沈父是沈家人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可这一刻，我竟真觉得自己有了家。疼吗？夫君是在关心我，
我怕你疼死了，母亲哭坏身子。嘴硬。以后再遇危险，先想自己。我想过，想完还是下去了。少爷，京中有流言传开了，说您大圣归百姓只知沈将军，不知皇家威严。还有人说沈家功高盖主，迟早要让朝堂不安，源头似乎与宁安王府有关。查，京城才是真正的战场。少爷，御史联名上奏，请查沈家兵权，外头还传百姓只知沈将军，不知皇家威严。源头呢？宁安王府，还有苏家人出入王府。继续盯着。准备好了。右侧，整理家业。我的家业，目前算我们家的。夫君今日怎么连缝我都没力气？苏明堂，若有一日你必须离开沈府，你想去哪？你又想赶我走？我问的是你想去哪？从前想过租个院子，开间铺子，和治安安稳稳过日子。现在呢？少爷，宫中急召。是不是沈府要出事？若真有一日，别回苏家，带着治安去南城别院。那你呢？等我回来。他不是问我想去哪儿，他是在给我留后路。少夫人，夜深了，您先睡吧。他让我等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要瞒我什么。宫里出了什么事？收拾东西。什么？去南城别院，今晚就走。为什么？换个地方养伤。我脚都能走了。那就走得更方便。我的银子呢？在车上。我的嫁妆呢？也在车上。床底下那箱黄金呢？一并搬了。送我去散心，还是带我卷款新逃？你若想这么理解，也可以。沈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苏明堂，听话一次。娘亲，我们去哪儿？去别院住几日。爹爹也去吗？我晚些去。你答应过他，不会不要我们。我记得。上车。他把我的细软、嫁妆、黄金全搬来了，这不是散心，这是避祸。少夫人，您去哪儿？回沈府。治安，娘亲，别走。去请大夫，快！小少爷已退押，但今日离不了人。娘亲，爹爹来了吗？快了。少夫人，沈府昨夜被抄了。你说什么？老夫人、夫人、府里上下全被下了大狱。外头都说少爷功高盖主，藐视皇权，还私通敌国。原来他把我和治安送出来，是为了这个。哭没用，你换身素衣，去沈府附近打听，谁被关在哪里，谁还能传话，全问清楚。是。背拜帖，沈家昔日交好的府邸，一个不落，全送。若他们不见呢，那就跪到他们见。开箱，少女家那些都是您的退路啊！沈府若没了，我退到哪里都不是路。能买消息就买消息，能打点就打点，能救一个是一个，别省。人命关天，银子就是用来砸路的。从前我以为银子能给我退路，如今才知道，有些人比退路重要。再开一箱，少夫人，我要救沈燕慈。我家少夫人求见大人，只问一句沈府案情。我家大人不在，拜帖还未递进去，你怎知大人不在？少夫人，沈家的事儿没人敢沾，您还是另寻门路吧。这些人从前日日来沈府赴宴，如今竟连门都不开。下一家，少夫人，快走吧。是少夫人啊，她还敢出来求人？少夫人，咱们还去吗？去。可他们都不见。就见能见官的人，不通门路，就用银子砸门路。沈小将军犯的是重罪，想见人难，不是不能。这些只够问消息。我要见他一面。少夫人倒舍得。少废话。今晚子时，大牢后门只能半炷香，若被发现，我不认人。够了。还有一件事，进去之后别哭太大声，那里死人多，
没人爱听活人哭。他还活着。少夫人，太危险了！我知道，若少爷真被重刑看押，您去了也救不了他。我救不了他，也得让他知道，沈府不是没人了。少夫人，看好治安，若我天亮前没回来，就带他离境。您别吓奴婢。我不是吓你，我是留退路。范主枪，多问一句，多收一袋银子。知道。沈燕慈那样的人，怎么能待在这种地方？到了。沈燕慈，夫君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哭谁呢？你没事？让夫人失望了？谁失望了？我是怕我的银子白花。花了多少？不多。不多是多少？既然你活得这么好，我走了。你住牢里还能喝茶？暂住。我为了见你，差点把嫁妆砸空，你在这里喝茶？所以你来了。苏明堂，你不是早就想要和理想丽女互相带着银子远走高飞吗？如今沈府出事，我也下狱，这是你最好的机会，你为何不走？还是说你舍不得？你舍不得？谁舍不得你？那你为何来？我来看看你死没死。你若死了，我好早些替沈家收拾后事。我花了那么多银子打点，求人、递拜帖、吃闭门羹，为了进来见你一面，我连嫁妆都快砸空了。你倒好，住着干净院子，喝着热茶，还问我为什么不走？所以你不走，是因为我？因为我的钱花完了，走不远。夫人这个理由倒也可信。放开！既然你没事，我回去守着治安。他退烧了。你知道？我留了人看着别院。我既送你们出去，就不会不管。那沈府呢？母亲、祖母、府里的下人呢？沈言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位便是沈少夫人，太子殿下。见过太子殿下。沈燕慈说你爱财如命，如今看来，倒也不全是。殿下误会，我确实爱财。爱财还肯砸钱进大牢？钱花都花了，殿下若觉得我赤诚，不如替我报销一二。胆子不小，穷极了。放心，沈府众人暂时无性命之忧。沈府被抄是孤于沈燕慈设下的局。1年前，我在边关行军路线被卸，朝中有人通敌，却藏得太深。此次抄沈府，就是为了逼他露头。所以你连我也瞒？知道的越少，越安全。殿下，宁安王府那边有动静了，有人借沈家案煽动御史联名，要将沈将军定为通敌重罪。宁安王府？你知道什么？我见过苏婉宁上宁安王府的马车，她如今和那边关系不解。看来鱼已经咬钩了。那沈府什么时候能平反？快了，但最后一把火还得烧得更旺些。还要怎么烧？明日朝堂会有人请斩沈燕慈。殿下既说这是局，那我花出去的银子呢？什么银子？我为了见沈燕慈，求人、地铁、打点狱卒花出去的银子。沈燕慈，你这夫人胆子不小，我还你。写字据。好。殿下，宁安王府已联络御史，明日会以通敌罪请斩沈将军。苏家也有人进了王府。苏婉宁？正是。你知道什么？我见过苏婉宁上宁安王府的马车，她那人最爱显摆。若宁安王府真握着什么把柄，她一定忍不住炫耀。你想从他身上套话？不是想，是必须。太危险。你现在是重犯，没有资格不同意。见他可以，不许逞强。我最惜命。你刚从半山腰摔过，那是例外。苏明堂，你的例外太多了。字据别忘，利息另算。好。夫人，苏明堂想见您，他终于知道来求我了。见吗？见。告诉他，想救沈燕慈就亲自来求我。我倒要看看他抢走我的富贵，如今还剩几分体面。姐姐如今还能出来见我，倒是稀奇。沈府出事，我走投无路，只能来求妹妹。求我？妹妹如今有宁安王府庇护，若肯替我说话，我愿把当初的嫁妆还你一部分。一部分？姐姐到现在还这么会算计？那妹妹想要多少？全部？全部嫁妆，
能换沈燕慈一条命呢。姐姐也太高看自己了。沈燕慈这次不是银子能救的，难道真没有办法？宁安王府既然敢动沈家，自然不是空口白牙。他们手里有沈燕慈通敌的铁证。什么铁证？姐姐问这么多做什么？我只是想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。明日朝堂之后，沈燕慈就算不死，也再翻不了身。当初抢走我的嫁妆，享了那么久的福，如今也该还回来了。妹妹今日说完了吗？怎么，姐姐怕了？怕你说的不够多，你说的越多，宁安王府死得越快。你套我话，是你太想看我低头。少夫人已经记下了。少夫人，您方才是故意示弱。苏婉宁最喜欢看我求她，我若不低头，她怎么舍得炫耀？属下即刻将消息传给太子和沈将军，告诉他们，宁安王府明日会拿通敌铁证上朝。侧夫人，王府来信，明日朝堂证据会当众呈上。陛下，沈燕慈仗功自重，私通敌国，罪证确凿，臣请陛下严惩，以正朝纲。证据何在？臣不敢空口污蔑忠良，只是此事关乎国本，臣不得不说。这是从沈家旧部手上搜出的密信，信中写明沈燕慈与敌国暗中往来，以割让边境商道换取所谓30年不战。如此重罪，若不严罚，何以服天下？沈将军，百姓敬你护国有功，你为何要辜负天下？王爷说的这样说，倒像亲手写过这封信。死到临头还敢攀到本王？陛下，证据确凿，沈燕慈理当问斩。王叔口口声声说证据确凿，那孤倒有一事不明。太子有何不明？边关密信为何会从沈家旧部手中搜出，最后却先到了王叔府上？还有这枚令牌，沈家军令牌向来一主一副，王叔呈上这一枚是副令。真正的主令1年前便随沈燕慈失踪，知道副令样式的人，只有朝中军机处和当年押运赈灾粮的人。太子这是何意？孤的意思是，有人伪造沈家通敌证据，还伪造得很熟练。太子想护沈燕慈，也不必如此牵强。牵不牵强，问一个人便知。问谁？传人。传陈老将军入殿。陈老将军，他早就不在朝中了吗？陈老将军，他不是早已因赈灾粮案伏法了吗？老臣陈远山参见陛下。陈老将军平身。臣齐王叔急什么？陈老将军为何死而复生？听他说完也不迟。1年前，老臣奉命押送赈灾粮，粮车出京时账册有误，可抵达灾区前，有一批粮被暗中调换成煤粮。大臣察觉暗中追查，还未查到源头，便被扣上贪墨灾粮的罪名，空口无凭。老臣自然知道，空口无凭。这些是当年押粮途中被调换的批条，纸张、官印、经手人全都还在。这印却是户部押粮印。臣在边关接连吃败仗，非敌军神勇，是臣每一次行军路线都被人提前送了出去。臣诈死半年，断去明面上的军报与粮草线，才绕天险直入敌营，也是为了逼那个藏在京城的人再露一次手。沈将军说的好听，可你诈死归来，敌国便承诺30年不动兵，这其中难道没有交易？王爷如此清楚敌国条件，倒像早就知道他们会怎么说。你攀咬本王，臣只是觉得巧。赈灾粮案里，陈老将军被构陷；边关战事里，沈燕之被构陷。如今朝堂上伪造通敌密信的人，又急着定沈燕师的罪。王叔觉得这些巧合够不够多？太子殿下年纪轻，护着沈燕师，本王能理解。可陈远山假死，沈燕慈诈死，2人串通多年，如今拿几本账册便想洗清通敌治罪，朝臣会信吗？陛下，沈燕慈通敌密信在此，敌国是明战文书也在此，一边是他们自说自话。臣请陛下先将沈燕慈收押，严审到底。臣愿受审，但在受审前，臣请陛下准陈老将军说完最后一句。说，当年泄露沈将军行军浪线的人不在边关，源头在京城，而且是能接触军机、户部粮道、王府私印的高位之士。陛下，宁安王府有急报入宫，说王府发现新的通敌证物。呈上来。陛下，这信上有敌国密印，还有沈家军令牌残片。陛下，臣本不愿将事情做绝，可事关江山社稷，臣不敢隐瞒。王爷倒是每次都能及时找到证物。若沈将军清白，何惧证物？信上写得清楚，沈燕慈以敌国30年不动兵为名，私下换取边境商道，养私兵。若此信属之昧，如今罪不容赦。信从何处得来？沈少夫家女眷呈上来的。苏家，他说此物是沈府被抄前，有人暗中交与苏家保管。沈将军若说本王伪造证据，难道苏家也与本王一同伪造？令牌确像沈家军旧物，连陈老将军都认了，沈燕慈还想抵赖？我只说像，没说是真的。哼，陈老将军与沈燕慈早有串通，你的证词本就不能全信。陛下，
沈燕慈功高盖主，如今又牵出通敌密信，臣请陛下立刻收押，择日问斩。陛下严审。王叔既说政务来自苏家女眷，那送政之人何在？人在宫外候着。好，传人入殿。传宁安王府送政之人入殿。政务是谁给你的？是苏侧夫人身边的人。苏婉宁。是。陛下，沈少夫人的亲妹妹亲自呈证，这下沈将军还想如何洗清？既然牵涉苏家，那便把苏婉宁也带来。孤倒想听听他亲口怎么说。苏婉宁，政务是你交给宁安王府的。回太子，从何而来？沈府被抄前，有人暗中送到苏家，说是沈燕慈与敌国你往来的证据。何人送去？我不知。不知人，不知来处，便敢呈上朝堂。沈将军是在威胁证人吗？我只是怕沈家权势滔天，才不敢早些说出来。你说此物来自苏家，可孤查过，苏家在沈府被抄之前，曾3次派人进出宁安王府，其中一次正是你的人。我只是去给王府请安，带着沈家军令牌去请安。太子殿下这是逼供。孤只是问话，王叔若心中无鬼，为何急着替他打？宁安王，今日证据几番反复，若没有本王，你还有何解释？解释？如今你们君臣合谋，竟想把所有罪都推到本王身上。王叔慎言。慎言？本王慎了半辈子，才让你们这些黄口小儿坐在高位上指摘本王。虎将，陛下，宫门外有宁安王府私兵逼近。宁安王，你要谋逆，成了便是清君侧，败了才叫谋逆。沈燕慈，本王本想留你一命，可惜你非要挡路。王爷可以试试。沈燕慈，你以为凭你一人拦得住本王？陛下，宁安王府私兵已在宫门外被控制。不可能！皇叔以为孤等你发难，只是为了在朝堂上同他讲道理。王府私兵3个月前便在监视之中，今日只等王爷自己调出来。王爷还想拿女眷挡路？朝堂之上动刀就难看了。沈燕之，你赢不了。王叔还有什么后手？本王手里有的可不止这些。苏婉宁若还想活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做。他手里有什么？宁安王构陷中老贪吞灾粮，泄露军机，严审到底。是。想活就去找你姐姐，她会为了沈燕之来求你。苏婉宁不能离宫，她已经怕了。我不舒服。拦住他！王爷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要见苏明堂，这东西他一定想要。见他做什么？告诉他，若想让沈燕苏彻底洗清罪名，就拿我的命和嫁妆来换。姐姐来得真快，你拿着远家的东西叫我来，我自然要来。放我走，我就把这东西给你。你还敢提嫁妆？那嫁妆是我替你嫁给死人换来的买命钱，那本来就是我的。你不要的亲事，我嫁了。你不敢走的路，我走了。你凭什么只要好处不认代价？你就不怕沈燕操永远背着通敌嫌疑？我怕，所以我来不是同你谈条件，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交出木匣，我可向太子求一句，不牵连无辜。孩子无罪，可你若继续替宁安王府藏证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如果当初嫁进沈府的是我，你撑不，你只会嫌治安拖累，只会在沈府出事时卷钱跑。你不会救沈夫人，不会散尽银钱救沈家，所以沈家的富贵不是你让给我，是你撑不起。这就是最后证据。是。苏明堂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不，我只是终于不用再替苏家活了。你好自为之。宁安王府伪造沈家通敌证据，暗中调换赈灾粮，泄露边关军机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臣受奸人蒙蔽，请陛下降罪。你该请罪的不是朕，是被你们险些逼死的忠臣。沈将军，臣有罪。证据既明，臣只求还沈家清白。传旨：沈燕慈忠君护国，平乱有功，沈府所涉罪名尽数撤销，释放沈府众人归还府产，封沈燕慈为恩侯，世袭罔替。陛下圣明。臣谢陛下隆恩。沈家平反了，沈燕慈封侯了，那我这个替嫁来的少夫人，是不是也该退场了？少夫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清点退路。少爷不会不要您的。这世上谁离了谁都能活，只是银子不能少。少夫人，您其实在等少爷。我在等他还钱。少夫人，是姑爷。慌什么？他来还钱也不必这么大阵仗。是沈侯将军亲自来了。沈侯如今封爵，怎么有空来我这小别院？来接夫人。夫人，明媒正娶拜过天地，夫人忘了？我那时拜的是一杆长枪，所以这一次我亲自来接。
苏明堂，我来接你回家。怎么不愿回？回家可以，但你欠我的银子什么时候还？还，连本带利都还。娘亲，明堂，回家了。这次不是接你回沈府，是接你回家。原来沈侯夫人一直在等他，沈侯亲自来接，给足了体面。多少？陛下赏的。放心，少不了请你的。误会了，我只是替沈府清点，免得账目指错。我带着嫁妆进门，还得了沈家的田气铺气，觉得自己赚了。现在呢？现在想来，还是有一点遗憾。那便补回来。补什么？婚礼这一次，我亲自站在你身边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这一次不让你守寡了，不然我还得重新清点家财。遵命。